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米塔世界。在神奈川县川崎市多摩区里，有一间叫做川崎市立日本名家园的地方。这是一座占地约180万平方公尺的户外日本名家园博物馆。园内展示了来自日本不同地区的传统古民宅，多数建于江户时代。园内有5大区域：宿场、信叶村、关东村、东北村以及神奈川村。之前我们分享了宿场、信越村以及关东村的古民家，如果还没有看的朋友可以回去看看哦。这次要带大家走进神奈川村，来看看在江户时期神奈川地区的生活样貌。神奈川村内一共有8栋建物，分别是北村家住宅、东池住的小木屋、清宫家住宅、伊藤家住宅、长影山食堂、岩泽家住宅、仓的床头小屋以及传阅的舞台。进入神奈川村后，先入眼的就是这栋北村家住宅。北村家住宅原本是位于神奈川县晴野市的一间民家，据传是民主家的分家。建于贞享4年，建筑形式是机动造的茅草屋顶。很可惜当时正在进行屋根修替的修理作业，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参观内部的建筑风格。从北村家住宅往下走，我们来到清宫家住宅，建于17世纪后期。清宫家住宅原本位于川崎市多摩区登户，是一户以木工为业的民家。建筑形式为机动造茅草屋顶，屋脊以泥土压重，并种植花草以固定土壤，既能装饰也能保护屋顶。这种屋顶被称为直洞，而每到春天，屋顶上会增放鸢尾花，为外观添加鲜明色彩。从大门一进来就是土间，也是住宅的唯一出入口。屋里没有设置侧门，据说是因为住宅前方有小河，并设置流槽以取得生活用水。土间往上走就是设有围炉里的馆间，是屋子的生活中心。旁边的座敷则用于招待宾客或举办婚礼等仪式时才会使用。清宫家住宅于1971年被指定为神奈川县重要文化财。它是一栋可追溯至17世纪中期以前的珍贵名家，不仅完整保存了传统结构特色，也在研究近世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在清宫家住宅对面是一栋床头小屋，是船夫用来等候乘客的小屋，连接川崎市多摩区的间与东京都调布市。它坐落在多摩川的渡轮场，建筑为切基造3皮屋顶，于1995年被指定为川崎市重要历史纪念物。不过很可惜，也在进行屋根气替修理的作业，所以我们不能近距离的观赏建筑结构。从床头小屋往上走，我们来到了一栋叫做东池住的小屋。小屋原本位于川崎市多摩区生田，在一户务农家的谷仓旁边，是用来储存薪材、落叶以及堆肥材料的小屋。小屋建于1924年，建筑形式为切基造3皮屋顶，柱子采用决力式，有2根东池柱支撑栋木与屋顶。柱子使用了耐久性与耐水性很高的栎木，墙壁则是将杉木切割下来的边角料钉上去建成。这栋建物不仅完整保留了小屋作为名家原型的结构特色，也展现了木工建造最原始的工法形式。从小屋往上走，我们来到了伊藤家住宅。伊藤家住宅原本位于川崎市麻生区，建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据说在江户时代曾是村里的民主宅邸。建筑形式为入母屋造茅草屋顶。
住宅内的格局属管间型三间曲，管间的地板使用竹子铺成的竹折子，脚感凹凸不平，本身也很透风，但并不是理想的建材。但由于当时制作木板相当耗工，对现今收入有限的农家来说，购买木材并不容易，因此便利用屋边随手可得的竹子作为替代品。屋内唯一铺设榻榻米的房间就是座府，是用来接待宾客，与管间形成鲜明对比。于1964年被指定为国家指定重要文化财。伊藤家住宅作为江户时代中期中阶农家的典型建筑遗构，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在伊藤家住宅的后方有一栋祠堂，叫做苍隐山祠堂。苍隐山祠堂原本位于川崎市麻生区东关市境内，建于1863年，是祭祀养蚕之神苍隐山大冠县的祠堂。建筑与内部的宫殿与外部的副堂组成。副堂建筑形式为正面入母屋灶，而背面为机动灶的茅草屋顶，与清宫家的屋顶相同，会在上面铺枝洞并种植植物。宫殿正面设有唐破风屋顶，并雕刻了金色鸡传说。传说中金色鸡是马明菩萨的化身，他将养蚕传入日本，是养蚕与庇护人们的神灵。之后我们往上走，来到了岩泽家住宅。这栋农家住宅原本建于神奈川县青川州，建于17世纪末，是一栋民族的农家住宅。建筑形式为入母屋灶茅草屋顶，格局为管间型三间曲，由土间和3个主要房间组成。岩泽家在当时是以烧炭与养蚕为主要生业，所以管间也常用来饲养蚕。建筑由上屋和下屋构成，由于梁木长度有限，便透过下屋扩展空间。在移住至民家园时，复原为建造初期的全木板地板。岩泽家住宅于1986年被指定为神奈川县重要文化财。从岩泽家住宅往上走，我们来到了歌舞伎舞台西门。这里放置了一栋来自三重县志摩市的传统舞台建筑，叫做传乐舞台，建于1857年。建筑形式为入母屋灶，铺设藏瓦屋顶。舞台主要用于当地的神社祭典与乡土艺能的演出。舞台中央设有旋转舞台，地板能够旋转以增强表演效果。在舞台上方还架设折纸盆，能洒落花吹雪，营造舞台气氛。舞台的背面设有通道，是可以通往旋转舞台下方的空间。旋转舞台的构造是将地板挖成圆形，并以石墙稳固。之后安装木棍在旋转舞台的下方，再由数人合力，用人力来推动而形成的旋转舞台。传乐舞台不仅展现了当时村落戏剧文化的特色，也因其完整的规模与舞台装置而极具价值，让人们能够近距离感受江户时代的舞台艺术与生活文化。于1976年被指定为国家指定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财。在今天的影片里，我们主要是从建筑角度来欣赏神内川村的这7栋古民家与舞台。像北村家住宅与伊藤家住宅都是民族的宅邸，展示了江户时代中层农家的生活格局。清宫家住宅与岩泽家住宅则保留了完整的管间型结构与特殊屋顶工法，像是支洞与上下屋设计，都是环境条件以及天然资源结合下所产生的建筑特色。
尖的床头小屋与动词住的木小屋，则是附属建筑，反映了农村与渡船生活的日常需要。而长影山寺堂与传乐舞台，分别呈现当时的宗教祭祀与地方戏剧文化的样貌。无论是宫殿雕刻还是旋转舞台，都能让我们能够近距离感受江户时代的生活与文化。这些建筑虽然功能不同，来自不同地区，但每一栋都反映了当时的生活需求、自然环境与文化信仰所产出的物品。也因此，这让我们在未来的今天得以窥见江户时代居民的生活与文化样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